下秋锁，恕我衷肠不回望。似美人兮兮若相，似美人兮月苍凉。我又想沧海来美人伤，故人不及徒留一抹香。似美人兮兮自香，似美人心梦芬芳。世人皆醉平生碎苍凉，鸿飞与我就天人高翔。娘娘，娘娘，这剑这么沉，我怎么练呀？哦，是娘娘握剑的方式不对。这样，手紧握住剑柄，用手臂的力量把剑抬起来，而不是手腕，用力刺出。哎，对了，好，看剑尖，好，让剑滑出去，眼睛随着剑走。江西北竹，暮渺渺兮愁云，袅袅兮秋风。用力刺出。对了，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从马车上摔下来，你也是这样扶着我的？欲驾七夕夕长，软有柴兮离幽兰。泉与美兮江中，一语蝶兮离浦。我一个小女子，连剑都拿不稳，练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不过还有将军保护我。既然紫兰公子不在，那庄乔改日再来。少主，你性子可真好。要是换做我，才不让大人跟那个莫愁姑娘太过紧密。他们现在是大军的左膀右臂，就算我不让，又能如何？对了，你帮我去修书一封，请莫愁姑娘一叙。对，应该给她点颜色瞧瞧。哪儿那么多话？快去！喂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你怎么扭扭捏捏的，跟个娇媳妇似的？啊，大哥，你成婚前有没有心许过哪个女子啊？笑话，当然心许过。心许过？那你说，这心许是什么感觉啊？
思之、念之、梦之、盼之。他在身边的时候，总感觉距离太远；他不在的时候，又感觉离得很近。想接近他，但又怕离得太近。诸多渴望期盼，诸多畏惧忧虑，是心动，更是煎熬。我们在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点点滴滴，全县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回忆，每一片土地都有我们的足迹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忘？慢慢的，就都会忘记了。别再为难我，也别再为难你自己了。不是，大哥，你说的这些，我怎么听不太懂啊？这些东西啊，本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东西，我自己也都不太明白，又如何让你明白呢？哎，对了，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问我这个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随口一问。那你说说看，欣许一位姑娘，该是什么样的感觉？我觉得吧，就是心里烧得慌，但是一看到她吧，又浑身不自在。你说的她，是哪家的姑娘？啊，没有，我就随口那么一说。没想到你铮铮铁汉，还有柔情的一面。行了，告诉大哥是哪家姑娘，大哥一定帮你把她风风光光的娶进门。真没有，你别想太多。是吗？哎呀，是真没有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走了。少主，他们来了。屈夫人，拜见大储翁。屈夫人免礼。屈夫人，这是有喜了。是啊。这么大的喜事，我居然不知道。别说你，连君子都是昨日才知道的。看你这身子，应该有几个月了吧？恭喜屈夫人。我知道屈夫人心里在想什么，你放心。莫愁此生已经许给了楚国，再无其他。以后绝不会给屈左徒和屈夫人任何困扰。如果当初我爹和屈大司马中的一个退了亲，可能现在和他在一起的就是你了。所谓姻缘天注定，我和屈原注定没有姻缘，便不会再强求。现在这个世上，他只有一个爱人，那就是你。你骗不了我。要说对灵君的深情，恐怕这天底下没人能和你相比。我以前的确深爱过屈原，但是那只是以前。不，我希望你像以前一样爱他。
如今，你已官拜大楚屋，你也知道，君子一心辅佐大军，重振楚国。朝堂内外，他事事操心，却也困难重重。我帮不了他什么，但你不同，你身份尊贵，有你在他身边，他做起事情来会顺利很多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莫愁，答应我，留在他身边帮助他，这样我才能安心。可是，答应我。有你这样的妻子，真是他的福气。有你这样的知己，更是他的福气。莫愁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很羡慕你们，羡慕你和他有那么长的曾经。但今后，我希望能和你并肩，一起帮助君子，让他凡事顺顺利利的，好吗？这些日子，大军身体不适，你们要上点心，好好的照顾大军，记住了吗？喂，太后，请放心吧，日后夏妾一定尽心照看大军。大军乃万金之躯，夏妾想，应该过几日就能痊愈了吧。我采了一些菊露和无根之水给大军，这些东西最具天地灵气，可以排浊清邪，加上驱佐图给大军配的药，一定能让大军早日痊愈。大楚屋都来看大军了，有劳大楚屋费心了。有大楚屋和驱佐图在侧，布谷里里外外，便可高枕无忧了。
莫愁，我是特意来恭喜你的。听说你快当父亲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前几天，碧霞姐来找过我。碧霞？她让我陪在你身边，好好帮你。你有这样的妻子，是你的福气。现在又何必说这些？是啊，说再多也是无益。对了，莫愁，有一件事情，还真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？你还记得在全县减免利钱的事？当然记得。当时你做了那么多，最后还是功亏一篑。当初减免利钱那么难，就是因为楚国所谓的组织压在上面。要想让百姓过得好一点，那些老规矩该翻一翻了。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？承天命，改旧制。身既死兮神已灵，子魂魄兮为鬼雄。楚国最英勇的将士们，你们的亡灵安息。下对上，泽中有火，革。大厨，请起。大军，离为火，兑为泽。水在上而下焦，火在下而上升。火旺水合，水生火息。二者相生亦相克，必然需要出现变革。初九爻辞，拱用黄牛之格。君子以智立名时，欲有新生，必得推陈呢。大厨，这是何意？大军，天意如此。楚国需要一场大的变革，方能有新生。莫愁妹妹，哦不，应该是大楚屋才是。姐姐多礼了。姐姐知道妹妹今日去祭祀楚国将士亡灵，一定累坏了。来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点心，特地给你送过来的。姐姐真是有心了，快请。好。
你如今果真是大不一样了。这举手投足间，都是大楚屋的风范，再也不是当日那个不习周礼、不守宫规的小乐师了。姐姐对你可真是要刮目相看了。姐姐就不要取笑莫愁了。想不到，我这个曾经看到规矩就头疼的人，如今却成了大楚屋，自己想想都觉得荒唐。近日来都没顾得上跟妹妹好好说话。当日得知你在冷宫中病逝的消息，我整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现在看到妹妹又好端端的在我面前，我真是高兴的都说不出话来了。妹妹果真有起死回生之术。那还用说，不然莫愁姐姐怎么会好端端的坐在这儿呢？早知道妹妹有如此神力，姐姐就不必那么伤心，掉那么多眼泪了。其实妹妹哪有如此神力，只是神灵庇佑，所以才获得了新生。不管如何，姐姐总归是替你高兴的。只是有一个事情，姐姐不太明白。姐姐有何不明白？妹妹不喜欢待在这深宫之中。既然这一次大家都以为妹妹已经病逝了，那妹妹可以自由自在地过自己的生活，为什么如今又返回来了呢？莫非妹妹有别的打算？人各有命，我血统里生来就流着巫女的血，所以成为大楚巫，也许就是我的天命吧。妹妹真是有心了。既是如此，那姐姐也没有什么可替你担忧的了。多谢姐姐，来喝茶。灵君，今日大楚屋提到革新之卦，你有何看法？比臣觉得，治一人之病，与治一国之病，并无二致。你的意思是，难道我楚国也有病？恕比臣直言，不仅有病，而且病已入骨。臣曾以为，六国合纵灭秦，可以让我楚国永享天下盛世。谁成想，函谷关一战，六国各怀心术，貌合神离，合纵灭秦，谈何容易？国强才能邦安，国若不强，则寄希望于外交之上，只怕会是舍本逐末。那你说说，如何才能强楚？县令。哎呀，少主，这些事情还是我来吧。你现在身子这么重。君子这些书籍向来都是我帮他整理，你插手的话，指定会忘了。不就是些竹简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采薇，我的肚子，少主，好痛！你这是怎么了？好像要生了！来人，来人啊！少主，快去叫医官。喂，来。你的意思是，
修宪令？没错。敢问大君，治国之难，难在何处？愿闻其详。鄙臣以为，治国之难，难于治人。如今天下资腐众生，地方官员勾结恶霸，民不聊生。大君可曾想过，为何会有如此众多之硕鼠？这还用说吗？都是那些贪官恶霸，贪欲过度。臣却不以为然。鄙臣认为，人心都是有私欲的，人心之私欲如洪水猛兽，而这四海之内，人人皆为硕鼠。大君，所以我们才需要立约束，抑制人欲。所以，你口中的治，就是修宪令。正是。还记得鄙臣赴权贤上任之前，大君让我以诗人之心体察何为美政，说年深日久，自会有分晓。鄙臣一直牢牢谨记，年深日久，细细体察，终于找到了答案。说来听听。美政之要义，在于人和政通，天下和美；在于克私欲，抑私敢讲；还在于利有所谋，权有所凭，法有所依；也还在于与民同乐，与民共享。而这一切，全依凭于一国纲纪之本——宪令。大君，当年的宪令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楚国了。世间万事，变则生，不变则亡。大君，唯有修宪令，才是我强楚必经之路，别无他法。大君，屈总督，屈夫人要生了。什么？夫人，用力呀，夫人，使劲儿，使劲儿啊，夫人！少主，夫人用力呀，再用点力。怎么样了？夫人这个样子，孩子肯定生不出来呀，可能要难产。我进去看看。再用点力，夫人。贤儿娘子，坚持住，坚持住，夫人。贤儿，用力。医官，您快救救我的夫人！总督放心，下官一定尽力。使劲儿，夫人，使劲儿！贤儿，夫人，坚持住，夫人！贤儿。屈原，你怎么来了？大君不放心，特派我过来看一看。他怎么样了？从早上生到现在，还没有生。生了！生了，是个女孩，叫贤儿。我抱抱。哎呦，哪有你这么抱孩子的？我来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不好了！夫人肚子里还有一个孩子。
霞儿。来，我来。陛下，陛下，你看看我。听说屈佐图的夫人生了，一儿一女。哦，儿女双全，倒真是他屈原的福气。你把大军上次赏赐给我的血燕给屈夫人送过去，就以恒儿的名义。那血燕可是极品，您都舍不得吃。大军对屈原很是信任，他的夫人昭碧霞又是令尹昭和的女儿。这份大礼倒省不得，以后恒儿自然有仰仗他们二位的时候。子恒公子有景大人扶持，何须他们？你错了，多一个敌人，怎如多一个帮手？奴婢这就去操办。嗯。
放错一个云纹墩，都惹得太后大怒。屈原要动县令，恐怕是难上加难了。哎呀，你们快点长大，长大之后啊，父亲教你念诗，啊。你呀，就知道诗。学诗怎么了？说不定我儿子以后啊，比我还厉害。大军驾到！采薇，小心一点。大军，免礼。哎，屈夫人，免礼。让布谷看看这两个小家伙。这个是男孩，这个是女孩。这小公子额头平展，大展粗眉，日后一定大有出息啊。这小姑娘也漂亮，漂亮啊！屈夫人一来就为屈家添儿添女，真是屈家的功臣啊。孩子取名字了吗？哦，回大军，男孩叫屈蜀，女孩叫屈英。好名字。屈英，哼，灵君素来喜欢奇花异草，取名带一个英字，想必也是这个原因吧。知灵君者，大军也。灵君，今日布谷来，是有事跟你商量。啊，大军，请。大军，其实变法之事，碧晨早已经开始着手了。令君，布谷知道你是为楚国着想，也知道你一向勤勉。只是，这变法一事事关重大，布谷怕会出乱子。推行变法是不易，正如我那一双儿女，若无临盆之痛，哪有一双生命之声？大军。变法亦不外如是。令君，布谷依旧支持你变法，但是你要答应布谷，一定要顺势而为，有序推行，切莫操之过急。请大军放心。姐姐，这孩子真可爱。既然你这么喜欢孩子，不如做孩子们的干娘吧。干娘，你是他们的大恩人，让他们叫你一声干娘，再合适不过。你就不怕我这个做干娘的，以后跟你分孩子？孩子们能多一个娘疼他们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不哭了，你看干娘来看你了。令君，变法之途，恐怕道路维艰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大军放心。屈原心之所向，九死不悔。布谷愿意灵君相扶相携，上下求索，不言弃，不言悔。前些日子，大楚巫说了。欲有新生，必得推陈。我楚国现在需要一场变革，诸位，都说说吧。既然诸位都不说，那布谷就来说说。
这些年，我楚国是怎样的楚国，相信各位都很清楚。外强中干，百姓们穷困潦倒。但是那些地方官，他们过得很好。他们打着布谷的名义，横征暴敛，欺行霸市。可是百姓呢，走的走，逃的逃，甚至有些离开了楚国。他们把所有的怨愤，全都算到了布谷的头上。他们说布谷庇护大臣，说我楚国没有王法，真是一派胡言。大君，若任由地方官吏横征暴敛，假以时日，国威何存？君威何存？居左徒有何计较？大君，如今楚国百姓民生凋敝，苦不堪言。臣以为，要匡正天下，唯有从根本之上斩断歪腐之风，革新朽烂败腐的治国之治。居左徒指的是修宪令。爱民生计多有。